而袁仲为陆晨传功之时，魔龙认为袁仲才是更好的夺舍载体，于是便化作一股魔气进入到了袁仲的识海之中。我与他对抗数日，终是不敌，他重伤了我，进入了洞中。魔龙进入了袁仲的神识之洞。不错，这洞中便是袁仲的神识之境，共有9层，层层交织，互为映照，皆为景仰。每一层被侵蚀，袁仲便相当于死去了一份。若是被他进入最深的第9层，则神识会被抹除，这具身体会被魔龙占据。那怎么办？我被重伤，只能依靠外力。你既是外师，可助我驱赶魔龙。明白了。那魔龙现在进入了第几层？以时间推算，已将接近第9层了。那还等什么？赶快走啊！这是第1层，似乎是大战之前有狐族的血塘。胡爷爷，好，给我站起来。臭小子，让你穿长靴，让你穿长靴，让你穿长靴。穿长靴怎么还打？这不人人都穿着长靴吗？这里是梦世，心念所成，无法无度，与现实截然不同，光怪陆离，自然不在话下。好吧，那我们如何才能去到下一层？每一层的始主便是入口，所以只要我们找到这一层的袁仲即可。哪个是他呢？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他心念所成，所以在我看来，每个人都是他，我分不出来的。你认不出？对，所以要靠你。你觉得哪个是他？哪个是他呢？快看见我！哇！快看，我会飞了！哇！我会飞了！还真是无法无度，看来真是他。我会飞了！这儿是以前的六角殿吗？是最近的。梦时无序，也无需遵守时间法则。原来是这样。哼，就这点本事吗？就你们这样的，再去修炼500年，也不是姑奶奶的对手。这声音，好熟悉啊！就你们这帮废物，给我滚下去！是。这何止声音熟悉，这不就是你吗？原来在他心里，我是这样的。又来一个新人，还不给姑奶奶跪下，拜见我这第一侍女。第一侍女，不跪是吧？拿命来！这层的始主到底在哪儿？我怎么知道？你要自己找啊！我哪有时间找呀？我明白了。什么？他虽然蛮横，但始终紧紧地守住这扇大门。你是说，他护着的东西？应该就是本层始主。
是他吗？嗯。你们住手！别碰他！不要碰他！不许你们碰他！明明护着他，却也难以近他身，还是这副模样。看来，在他心中，既信你又疑你，既想依靠你，又想远离你，同时还觉得你很危险。不要碰他！准备好了吗？长老，长老，长老，求长老开恩，放过我儿吧！诸位长老，我求求你们放过我儿子吧！长老，我求求你放过我儿子吧！我就这一个儿子，长老，我求求你放了他吧，放了吧，长老！不识时务，一个不留，杀！不是这样的，我听说过这件事儿。当时确实有很多孩子被带上了天曲峰，他们的家人前来交涉，两方冲突，所以酿成了大祸。可是当时丁虚和星瑶根本不在现场。这是他的梦境，他当时不在场，这一切应该都是他想象的。长老，长老，求长老开恩，放过我儿子吧！又开始了。诸位长老，怎么会这样？一个儿子，这段梦境无头无尾，无穷无尽，可见此事在他心中的位置。长老开恩，放过我儿子吧！长老，诸位长老，我求求你们放过我儿子吧！诸位长老，不识时务。这里面似乎没有原著。这段梦境对他来说如此痛苦，他肯定也不希望自己在场。可这里面一定会有他，对吗？对，你觉得会在哪儿？他的父母姐姐因他而死，他深深自责却无力回天。我猜想，应该是最无能为力的那个。找到了，我们快去下一层吧。等一下。哦，没事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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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没事了，乖，现在可以了。嗯。元周。对啊，这里就关了我一个人，看来又是在做梦了。不，你没有做梦。元周，你看我一眼，我是季檀音啊，你不认得我了？这梦还有点吵。你要干什么？我只是想碰你一下。你少来！你要摘我的金环是不是？我没有。你肯定不会承认。我警告你，你不要痴心妄想。这个金环对我很重要，多亏它压制了我的身手，才让我想通了很多以前想不通的事情。哎，我告诉你个秘密，其实我悟了。我参透了，我彻底懂了。懂什么？他们说的都是真的，五罪是真实存在的。你就拿丁虚来说吧。哎，你是我梦里的人，你肯定知道丁虚吧？啊，那你说，丁虚为什么要蛊惑所有人，把我关起来？为什么？因为他嫉妒啊，他嫉妒我成为了神手的宿主，嫉妒我立下了赫赫的战功，
他急于这力量，但他又得不到这力量，于是他便打压我，恨不得把我关入地狱，永世不得翻身。好像有些道理。当然有道理了，因为这就是真相啊！你再想想看，唐花为什么要瞒着我和丁旭站在一起啊？为什么？因为他虚伪，他从来就没有把我当做真正的朋友。他说的都是假的，都是哄我的，都是骗我的。他还想得到好处，他又想做个好人。你看，这多虚伪啊！这还只是我眼前的事。可我若纵视这凡间，这天下之事也不过如此。战鬼族因求存而放弃战争，可是世间之大怎么会容不下一个部族呢？他们只是太贪婪、太偏执，想要的太多了。同样的道理，再往大了看看，这神魔之战也不过是颗残暴的种子，恰好被无限的放大了。仔细想想，这神与魔本质上又有什么区别呢？不过都是人心所向罢了。一念成神，一念成魔。不是这样的。不是？莫非你信神？信。愚昧，彻头彻尾的愚昧！信徒们天天朝相暮送，日日3拜9叩。他们因神爱世而欣喜，又因神弃世而悲痛。可其实说白了，不就是崇尚神力，崇尚强者，同时又害怕被强者遗弃吗？这不是愚昧是什么？弱者之愚，无药可医也。所以说，他们说的没有错，五罪是万恶之源。要想这世间恢复清明，就必须荡涤这五罪。五罪不除，则大道不通；大道不通，则天下的小恶便会积少成多，变成大恶、饥饿，那这世界就完了。你觉得我说的对吗？先吃点东西吧。我不饿。不饿也要吃东西。看好想像你说的话。你嫌我丑？我没有。没有就现在想啊！我不吃饭也能想。我想说的很简单，无罪是真实存在的，无罪是万恶之源。要想这世间恢复清明，就必须荡涤这五罪。这五罪非比寻常，这五罪相依相生。就拿嫉妒来说吧，没有嫉妒就没有贪婪，没有贪婪就没有虚伪，没有虚伪就没……你太累了，袁仲，休息一会儿。没关系的，你说的都对，这只不过是一场梦而已。